悬崖绝壁中的白莲教古寨你见过吗？寨内垂直地道又是通向何处？在四川自贡青龙山就有这样一处甚为隐秘的山寨。为了弄清实地情况，我们找到当地唯一经过此寨的村民李大哥。这个大门上啊，有这个八卦图。八卦图，哎，有八卦图，有八卦图啊，那个，哎，有八卦图，哎，哦，还有这个有宝剑，有宝剑。白莲教曾经在这儿啊，就是你看嘛，走到下面，这中间是一个花宝宝，周围有花瓣，这是白莲教的图案，嘿嘿，巴适得很。在听过他的介绍后，我们决定所降其中，探明寨内情况，穿越数百年前的垂直地道，一探究竟。这个青龙寨子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岩壁之下，我现在呢已经做好了锚点，我作为先锋啊，先去探路，就从这里下降啊。好了，开搞。做好了保护，我们看一下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这里是一个负角度，下去的高度差不多是30多米。这里下去应该就可以到那个寨门了，因为我们用无人机探光度。好了，马上下降。我作为先锋已经降下来了，现在小蚱蜢了正在下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降的呢是刚好在这个青龙寨外面的一条悬崖走道上面，也就是一个平台啊。我们可以从这里往左右探索，大家可以随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这边是有一个地道的，从这里进去有一个地道，然后在这边呢是有一堵石墙，这个石墙上面有3个瞭望孔，然后再看这边呢。这边应该是一个远古的城门啊，但是现在由于上面的这个落石啊，已经把这个门堵到了，不知道这下面是什么样的风景，我们待会儿逐步探索。然后大家看这边呢，这个走道一直过去啊，就可以通到那边用无人机航拍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石门那里。从这边过来啊，这边可以看到有一扇石门，石门这里呢分成了很大一个厅。而且有很多的通道，从这个旁边的这个孔来看的话，这里曾经是一个阁楼，这是下面一层，这是2层。我们从2层往那边探索，这上下都是贯通的。这边还有一个壁龛，咱们继续前进。看那边有一个窗户，这边有石台阶。这上面呢，也是开凿的，有一个2层，这应该算是3层了。这上面有一个石门，就是我们用无人机看到的那个石门。走，我们上去看一下。说，一个杆杆挑的一个树。对，那是一些奇怪的纹路。对，这不是纹路，这是胶。哦，你看，爬上来了。哦，大家看，现在小蚱蜢在这里，这位大哥也进来了。那是咱们的粉丝朋友5个旋儿。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石梯啊，我们先来参观这边的风景。这个石门呢看起来做的非常非常的精致，这两边呢都有这个门柱孔啊，这边也有，而且它是采用了这个石仿木的一种雕塑形式。我们再看这个下面有一个门柱孔，然后这还有这个封门石。我们继续前进，看一下外面是什么。嚯，这里有一个竖井呢，深不见底的一个竖井。哦，这个竖井看起来有10多20米深。然后这就是这个城墙，这个下面是悬崖绝壁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易守难攻啊。我们看这个城墙，好大的这个黄浆石做的这个城墙。再看这边。这里曾经应该是有一个神梯，这样下去。哦，这个上面有个八卦，天哪，有个八卦，这就是大哥说的那个八卦哈。哎，是。哦，大宝剑在哪儿呢？这连柄啊。对，宝剑上面还有葫芦哈。哇，这双剑中间有一个八卦，这个八卦是先天八卦。咱们继续探索其他的地方。
这里是一间石室，这里曾经应该是一个门房，然后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这里有一个高度为1.6米左右的一个瞭望筒，瞭望孔，也是射击孔啊。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对面的情况。咱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壁龛，这个壁龛是采用了上面是梯形，下面是一个矩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形式。好，我们这里是有2层石门的3层石门。这个外面这个墙这里有一道石门，然后这边有一道石门，这中间经过这个门房啊，然后大哥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有一个石门的。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小心要满招号。没事。哇，非常的帅，落地一身灰。想不想？我上来了，这功夫不减当年呐。好，我们看一下上面的环境。我以为这里是一个谷仓啊，想不到它是一个天窗。这个天窗可以看到上下3层，这里面应该是个卧室。听他们说在下面发现了白莲教徽，咱们过去看一下。那边也是有个石门的，那边也是绝壁。走，继续出发。现在我们进入第1层。他们在做锚点，应该是这里有一个竖井。有字啊，有字。什么？有字啊？有大门有字。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什么环境呢？看一下。哎呦，我顶了！大家看，好大一个竖井，好深啊，这差不多20多米啊。这像一个井。像一个水井。像一个水井呢。阿志慢慢的往下。阿志正在。我的阿志。阿虎正在下降。白莲教会在哪里啊？这边嘛，这边看到没有？这边是白莲教的教徽。白莲教徽。对，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嚯！我勒个去哦！哇，真的，一朵白莲下面有一个矩形的这样一个器物，这不知道是什么寓意。这间石室的面积并不大，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不要一屁股把我挤下去了，我靠！差不多是一个5、6个平方，然后这下面这就明显是一个暗室了，是个谷仓。这个有门槽。现在的话，应该这里是一个封门室，差不多有4层楼高哦。杯子悬空。我不敢下，让粉丝先下。好，让粉丝先下去。给我打个印儿。让粉丝下去看那个绳子牢不牢固。它的体重比较轻，所以呢，下这个还是非常的有优势。马上。对，注意安全操作。我们这都是搞的这个专业的 SRT。你下。现在小鬼的粉丝啊，我们的粉丝要往下竖井了。我这还有个洞。对，你看一下嘛，荡过去。跟去。荡过去，往下降一点，抓着那个大的那个树根。然后你去把绳子这样直接拿过去看一下之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下吧，注意安全啊。到底了吗？吓我一跳！有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你们下来看一下。好吧。好，现在该我们搞了。现在害怕也没有用了，粉丝已经降下去了。现在阿志和坏小蚱蜢啊，他们准备下降了，我们就去参观一下这左边的石室。这里上去有1、2、3、4、5、6步台阶往上走啊。这里开凿的有一个甬道，咱们继续深入。这个甬道里面有很多夜明砂的痕迹啊。可以看到那边有光啊。这里也是一间石室，这算是一个过堂屋。这就是我们最开始下降落下来的那个地方看到的，有3个瞭望孔。这里下去也是需要蹦下去的，差不多2米多高吧。再看这边，
这里是有3步台阶，然后小蚱蜢刚刚是从这里钻进来的。咱们继续参观一下，这里应该是地下室的第1层，这里有一扇巨大的石门。这个通道并不宽，差不多是1.2米，高度还可以，高度有2.5米左右。再看这边，这上面有一个壁龛哦，这个壁龛上面刻的有龙纹，有龙纹。应该这2边是准备搞这个抱龙柱的、盘龙柱的。这边有一个佛龛，佛龛下面还雕的有香炉，也是依山而建，直接这样搞起来的。我们看一下这边，这里有一个小孔啊，出去。哦，这是一个瞭望孔，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庄。好，那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下面一个壁龛应该是平时放一些桐油啊这些东西的，香纸之类的。根据当地的那位大哥介绍啊，他说这个竖井下去呢，可以看到有一块石刻，就是记载了这个洞的来历和简介，说距今已经7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这时候马上下去一探究竟了，带大家去参观一下这个白莲教的旧址。小蚱蜢正在下降，下面啥子情况？下面这个竖井上面呢，哈，它还有一些人工开凿的一个痕迹。然后在这边呢，发现了一个横向的一个横井，一个洞穴。哦，但是里面并没有啥东西，你待会儿下来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树根呢是从那一个瞭望孔里面长出来的，好大，好牛皮哦，这个太少见了。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走哈，好，探索下面的世界。我先下去了啊，你们慢慢的，注意安全。这个竖井的作用是什么呀？这不，我感觉有可能是他们逃跑的一个地道哦，有可能是。哦，它有可能是借助这个大树根嘛，对不对？往下走，因为它这旁边的话还有一点这个人工开凿的这种痕迹。哦。但是并没有看到石梯，这个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哦。你想开凿这样的一个竖井的话，需要多长的时间，对不对？对，需要大量的人工。哇塞！我就开始降下来了。你们看这个石壁啊，被开凿的非常的光滑。然后这下面看着黑漆漆的，这旁边呢是有一个洞道的，而且这个洞道旁边有一根树根呢，垂直向下的。咱们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完美着陆，看到没有？非常的帅哈！嗨，帅的皮爆哦！这里往上望的话，感觉非常的漂亮啊。我们随着这个树根向下看。这下面呢，这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有一个地下通道，但是这有很多石头堵住的，这个通道非常的窄。小北，快来看，快来看！什么东西？我操，这里发现了一道大石门，有可能我们之前发现的寨子，所有的寨子都是石门，不是木门的，是石门。快来看，能动吗？石门？哇，能动，能动，能开合啊！只要把那个地上的泥土一弄，就能开合。这还在上面，那个孔里面上去了。哦，来走。而且我在这边的话，刚才我在这边还发现了这个文字，写的是999年。我的天哪！公务员阿正，哎，赶紧下降，这个下面发现了一个石门。好，马上来。看一下，不过幸好是越走越宽了，我是这样退着前进，退着前进比较好。我们看一下，哇，这里真的有一扇大石门，非常非常的厚实，它的厚度差不多有20公分厚，而这上面有很多火烧的痕迹，有可能这个寨子啊，最后就是被火攻下来了。这个下面有很多泥土挡住那个门了，我真想把这个泥土清出来，然后把这个石门关上看一下。然后在这边呢有文字。这是写的有董朝罗999年，上面写的公元前，哇，非常的漂亮啊！我们看这个门柱，这是我们近些天以来啊，唯一看到这个门柱塞到这个门柱孔里面的这种景象。它这个颜色完全是2种啊，
有可能这个石门呢，它是采用了更坚硬一点的这个材质啊，打造的这个石门。这个山体呢，它就是一个灰砂岩，不然的话都用灰砂岩的话，可能这个石门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石门呢，给它关上了之后，就把这个搞一个木料插在这里面，就可以把门锁住了。看到没有？它对应的也有一个门栓孔，而且这个石门呢，完全开了之后，它是进到了这个壁龛里面，它就非常的省空间，它不会碍事啊。现在阿志已经下降下来了。我们现在去外面看一下，这个洞，这是化身爬行动物。钻这种小洞我是非常的有兴趣的，因为这种洞钻起来很有挑战性，而且这个洞口非常的隐蔽啊。这要是不是这个大哥介绍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个洞口。这上面就是绝壁。就是青龙寨的这个崖有多高？我跟你说嘛，这个崖有多高，这个竖井就有多高。对啊，这个崖可能有20米左右。哦，差不多是一个5、6层楼高的高度。阿志在底下干啥？阿志还在酝酿情绪。在摸鱼吗？啊，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青龙寨就全部探索完毕。我们待会儿又随着这个洞进去啊，然后就随着绳子往上爬。这样就可以走出青龙寨了。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喜欢我们视频的，别忘了点点关注。拜拜。有个东西，什么东西？这上面是三耳金针。 500米悬崖半空发现金丝楠木楼阁，洞口石墙若隐若现繁体古文，难道这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吗？掌心对着命门，你那是第一步。当地老人传闻，此栋楼阁为神仙所建，已存在1000年之久。受到当地文旅部门邀请实拍考察，我们利用 SRT 单神技术进入其中，哪知发现的一切超乎想象。广西白色有一个。 这是我见过的第2个。我们已经来到了神仙阁所在的这面半崖当中，我的队友正在那个悬崖上面开线呢。此次的探索呢是经过了拍摄许可和安全报备。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看到里面有非常精美的木质阁楼，那个具体是不是金丝楠木的呢？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先锋队友啊开了线，进入其中一探究竟。现在队友正在悬空下降，我已经来到了这个神仙阁的正下方，这根大树的下面，石壁上面还插的有一些木棍儿。 现在准备上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常就是这么上升的，这需要非常强的臂力，大家千万不要模仿。这里发现了古人在这里打的栈道，不知道已经距今多少年了。那他们说这个是神仙建的话，难道神仙上山也需要栈道吗？我们已经从下面爬上来了，来到了保护站这里。刚刚咱们是从这里上来的。 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有字，这里写的有李岩荣安，这里有人洞2个字，这边应该是仙人洞啊，果然是金丝楠做的哈。是的，里面还有诗，还有诗啊，应该是个武功秘籍。还是让我这个有文化的来看一下。元青花，快看，孟少杰研究一下。 这是一个碑展，这上面写的有字，哇，真的有。这还是繁体字哈，写的什么？什么同居得避乱，然后什么无忧无虑乐逍遥。这个是有人避乱住在这里过哈。对，什么年号？看一下，看不太清楚了。那三人题没有年号，没有年号。 嚯、能看到吗？这些纹路非常的精致哈。然后这个上面的凿痕还是以前的那种斧子。这边呢可以淋到雨，所以长年累月的雨水的冲刷，上面已经腐蚀殆尽。然后在这边呢，我们还发现了有这个紫锦，这个应该是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就是说种下的，以用来美化这个洞。 我们这时候向洞道深处前进。刚刚我们看的是右边的洞道，哇，这是什么？这边，哇，非常古老的这个陶罐，应该就是在这个洞里面选用的泥土。
就地取材做的这些。这边有几大方的木架子，这边还有一个双灶。从这个造型土的痕迹来看，应该是这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很长时间。走出去看一下，全是溢水的金丝兰。这边也有，这个上面非常的明显的金丝兰特有的龙鳞纹。这个下面就是乌江，这里非常的险要啊！我是用的自拍杆拍摄，所以非常的安全。曾经这里还做的有一个栏杆，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这个木架子的上方有一个漆黑如墨的石头，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墨石吗？黑的发亮，它跟旁边的洞壁格格不入。那是什么？这个厉害了，这有多重啊？几十斤吧。金丝兰木做的这个木架子，是不是就是神仙所建的呢？如果不是神仙所建的，那么这些木料又是从何而来？用什么方法运到了这个悬崖绝壁之上呢？那如果是神仙所建，他为什么又要建这个灶台？不是说神仙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吗？还有一个非常幽深的洞道。再看这边呢，是2个架子。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这上面看一下。嚯！这是三耳金针。这个能不能拿下来看一下？拿下来看一下。嚯！这应该是一个三耳壶，或者是油灯。它比如说在每个壶嘴上面都搞一根灯芯的话，中间上灯油，它就可以3个方向都可以亮哈。它这个角度刚好是3个120度组成的360度，造型非常的别致。从这个右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民窑，这应该是个民窑的产品。放回原地，在这里看到了哈。现在我们把它放回去。这个洞里面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一定不要破坏它原有的样貌。有2个非常小的灶，这种灶呢一般是用来炖肉的，因为那个锅并不大。这个下面应该是放那个枯炭的，这边应该是因为潮湿的原因。咱们看这个木架子，看到没有，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木料呢，有可能是一根松木，松木它容易招虫子，所以就腐蚀的非常快。这是一个大斜坡往下面去了。哇塞，看那个下面有骨头，看那个最下面，那里我不去拍近景了。这里有一尊巨大的钟乳石，这个洞厅的直径可能在17米左右。好漂亮的钟乳石！古人在这里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没有将这个里面的钟乳石破坏半点。这里有一个天生桥啊，我们要不要上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我相信你们这时候肯定说上去看一下。好，我们就上去看一下。哇，好滑啊！看一下，这里跟下面是连通的，上面好漂亮的钟乳石，有猪耳啊这些，这个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洞道一直这样过去的，还挺深邃。下面的小路是不是仿佛昨天还有人走过？实际上这已经是几百年上千年没有人来过了。云天阁的深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现在大家跟着我的第一视角，我们去一探究竟。这个小路到这里呢，还做了有几副台阶，这样一直上去。地上已经泛出来了小粉。哇，这一幕好漂亮啊！水墨莲花，钟乳石瓣石旗。这个像一朵黑玉莲花一样，这
这个上面还有正在生长的钟乳石，这里面透出来很大的雾气，而且地上非常平整。这里的洞道宽8米左右，一直进去望不到尽头。上面呢是一个裂缝，裂缝高12米左右。难道左边有洞道吗？我去看一下。烟熏火燎的痕迹，这边没有洞道，洞道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要继续深入。好奇怪啊！从这里往那个洞口，能够看到那个木架子导引出来的一个十字形状，特别奇怪。然后在我身后呢，这个洞道开始向下行走，这里是个扁狭的洞道。走，咱们过去看一下。哇，这就是一个卡门，然后洞道又突然说变大了哈，突然变大了。看一下前面，这边出现了一个天生桥，看上下都可以走哈。来看一下，像一条灰色的绸缎，布满了钻石，洒落在这个石幔之上，能看到吗？亮闪闪的，非常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洞道又是通向何方？哦，里面有一个深潭呢。这上面就像挂满了寿桃一样。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古寨当中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今天是第一次啊！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这个水潭不知道有多宽，我们用个电筒照一下。哇，什么神仙景色！太漂亮了！这时候已经喊不答应我的队友他们了。这里水不深，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踩过去。哇，冰冷刺骨啊！太完美了！悬崖洞中居然出现这样一个水潭。咱们在这个神仙洞中遇到了怎样的神仙景色？哇，神仙阁果然名不虚传呐！看这个湛蓝的水潭，它并不深啊。这个要是更深一点的话，那风景更漂亮。这边有很多云盆叠潭，太漂亮了，奶黄色的。这里有一个大水潭，看一下，这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蛋黄石。此景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寻啊，兄弟们！看我面前，这是怎样的景色？我们这时候呢，继续向东道深处前进。这里依然能够看到古人在这里凿的台阶，直接在这个钟乳石上面是开凿的台阶哈。这里还有粘土，外面的那个陶罐应该就是从这里取过去的土。这个水潭下面没有其他的洞道，主洞道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咱们过去看一下。哇，这里好扁狭呀，特别扁狭。只能这样侧着身子进，但是明显有人为开凿过的痕迹。看一下这两边的站纹，现在继续向下。哇，这里很扁狭，这里还有台阶嘞。哇，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兄弟们！现在过来变宽了。哇！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兄弟们！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裂缝的话，那以为洞道就到了尽头。哇，天哪！这个下面有很多骨头，能看到吗？这里。我们现在从这里转过去看一下，这是它的消水洞，应该一些骨头被带进到了这里面。像不像一尊玉观音？非常的形象吧，非常通透啊，
它是这个上面鹅管里面渗出来的水，长年累月的滴在这个钟乳石上面，形成了比较纯的钙化物。看一下这个，哇，真的仿佛瑶池仙境一般。现在要继续深入，太漂亮了！看大景，大景就是洞顶上面垂下来的钟乳石，非常漂亮，血红色的钟乳石。千万不要让这些美景受到伤害。看一下，大柱子，通天大地的大柱子。看一下，这里又是一个边石了，特别漂亮。从这边过去，应该可以不用开水。这里是一个吊潭下去，应该可以走下去哈。这个上面呢，就是成千上万年以前形成的钟乳石器，每一块石器都是透亮的哈。继续深入，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人为建筑。这个水差不多是30公分深，一塔。要是再深一点的话，就要游泳了。哇，又是一个深潭！哇，刚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看这像不像一尊洞穴大佛？有点形象哈。再看这面石幔，有白色、黄色、橙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在我面前呢是一个大水潭，深约1米左右。最神奇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一尊钟乳石。神仙阁，神仙阁，原来就是说的这里的神仙景色啊！太好看了，有没有？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它1/1000的震撼。这个水潭一直到那个里面去了哈，这个水是越来越深了，可能要淹到我脖子。咱们继续前进，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通道。那个石幔好有没有？石幔后面好像还有通道。这个大家命个名字好不好？快走！为什么？一个人倒栽在这里，头在那里。悬崖溶洞，骨骸倒立，仙位洞吞下3条生命，谜底尘封100年。悠长的裂缝尽头，竟是人间炼狱。当我们穿越遍地骨骸的暗道，一处山体内部的古代工程却赫然眼前。这里会是古人争夺消石的血案现场吗？跟随我的镜头看过来，仙位洞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呢？快跑！从这么一直过来的，都能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骨头，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我们现在继续前进，有了发现哈，这边有了发现，这里又要往上爬，是一个向上的通道。这边发现了非常通透的这个绿化的钟乳石，这种很常见了。我们还是继续向通道深处前进，看一下里面隐藏了什么秘密。通过这个小门这样爬上来，现在进入了通道第2层。第2层没有继续往里面延伸的通道，它唯一的出路就是一直往上。这边还有通道，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折，1层到2层有一个换布台，但是没有木梯了。这个第3层通道呢，它进来是有向山体内部延伸的这样一个通道。快跑！快爬！快点爬！哇，这个地上还有！快！你看这里，看到了！我去！这是怎么回事？我靠，这绿的怎么了？据资料显示，这个里面曾经有一波人进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这边就好走多了。这样穿过来是一个水洞，在水里面。哇塞，
哇，还能给他点点亮。这应该是以前的探险者，对，这就是消失的探险者。去寻找其他通道。随着这个泥巴洞继续深入，差点摔一跤。这里有上下2个通道，我们走哪里？走下面还是走上面？走上面。太漂亮了！哇，这里有个小树底下去，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这里能够看到这个暗河有涓涓细流。我们这时候从这里下来之后，这边河道合为一体了。你看到，这里要爬着过了，洞道感觉要结束了，特别低矮。哦，这边好吗？啊？这个哦，这个洞道也太矮小了。哦，怎么了？往下有个竖井啊，下面有个竖井，有多深5、6米。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情况？小竖井嘛，不值一提啊。我们继续下，这里感觉可以徒手下。从这个上面下来了，这里可以徒手下，因为这个岩壁上面有很多褶皱。这边是一个裂缝，这个裂缝感觉还是可以下，我们继续前进。这个前面是个小裂缝，但是人还是可以钻进去。我们继续深入吧。队友他们也过来了，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石头，这种石头你们见过吗？太奇怪了，像竹竿一样，上面全是这种小颗粒。然后再看这个下面，这个河道里面的石头，你看这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如意圆圈纹，这里就是漂亮的水冲石，你看这，你看，随处可见的漂亮石头。然后再看这里，这里有一个，看这个纹路，好看吗？现在我撤回来了，因为前面洞道太小了，过不去了吧？向阳作为先锋，可以去前面查看一下。过不去了，确定过不去了。这是消水的地方，卡不过去了。两个胖子队友啊，在这里只能观望了。我身材比较小一点，能够这个前面去查看一下。这个确实很窄。我是进不去。收腹，这个不开玩笑，把屁股收起来。屁股收不起来哟。哇，有很大的水流渗出来。没有涨水，说我把这个手把这种水这个蓄起来的水啊流下去了。嚯！向阳从这个裂缝、这个暗河这样过去，说前面有小坑，走，咱们继续前进。我勒个去！我这个去！我勒个去！我勒个去！过来了！哎，过来了！哎呀，好狭窄啊！我们继续往那边去。哇塞！看一下前面，哇，依然是这个不足30公分宽的裂缝。小心了，慢一点，下面是有水的。我们继续深入，沿路都有这种腐木，曾经这里面应该是做的有桥，有木桥。什么？发现了人骨。应该是水流带进来的。我走到这里，看到有人为踩出来的小路。哦，真的。这也太奇怪了吧！你看这，我去，什么？用木棍子搭起来的，你看，要填的土做的。哇塞！这个太惊艳了，完全没办法想象。你看这个，他们那个容器的这个印子压出来，印子还在。真的，哇塞，太奇怪了！我们继续上行。走。前面那里有人骨头，那边有人骨。那个关机看到没？哦，我看到了。这几个像是一个短样。那不要去了那边，我们去探这边消坑洞道。
这个小坑，哇，这看起来已经上千年了吧？哎，一路是小坑。一路是小坑。你看，真有别动它不出头。这个厉害了。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真的是。不出意外的话，前面前就洞口了。走，那继续前进。我才小池。我很谁知道嘞？哇，小池子做的好精致啊！没有动到了吗？哦，在继续深入。人有肚子了。这里也是小坑，这也是。这有一个大小坑。哇，你看他们这个布局，空间利用啥词？哇，这洞道变得不一样了，而且这里出现了蝙蝠，这是中华米芾，这是什么？哦，这个不是骨头，这是一个钟乳石片片。这里就是尽头了。小尺。一个大小尺。没有中枪了吗？没有中刀。哇，这里去了！啊？我靠，这么大个洞！这个还有洞。还有洞，还有洞，继续深入。从这边转过来，上面还有个洞哦。哎呦我的天呐，这个洞真的是超乎想象哈！从这里爬上来之后，这边洞道又可以站起来走了。这里出现了乱石块，从左边有乱石，这边是一个狭窄的裂缝。这个有人一搞，一个转弯，百转千回。哦，好。这个里面还有洞道。哇，后面这个洞是什么情况？猛虎出洞。猛虎再出洞。猛虎再出洞。母老虎出洞。里面很窄的洞道，跟这和这差不多，越进去越窄，估计20米长。20米长就结束了。人就进不进去了。这里就是纤维洞的最深处。没的。那就全部探明，安全的原路返回。后来就从这个纤维洞里面撤回来了，在里面呢，确实是发现了比较震撼的这些古迹的痕迹，搞不懂它是什么朝代、什么原因留下的。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开始安全下降，安全返回，拜拜。全是骨头，全是骨头。小心别踩在上面。 3000多人殒命深山溶洞，洞中乱石被湿水浸泡数百年。不起眼的三角洞口，集合了小时候听到的所有民间故事恐怖场景。僵尸、灵活、鬼婆婆，这些故事就发生在350年前的左家洞。就在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深入此洞时，依然被眼前一幕吓得目瞪口呆。造型古朴，釉面比较粗糙，感觉要打钉盘了。前面的爬山过程我已经自动的为大家剪辑掉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洞口，不是这个哈，不要误会。这个洞口呢，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前方。快来快来！什么？有石啊！开什么玩笑？这是石啊！这是那个降魔碑。降魔碑吗？那边还有一块大的，更大一块，方圆2米。洞口就在火门做的那个后面。曾经在300多年前，是在里面死了3000多人呐。自那以后呢，这个洞就传出了各种离奇的传说。今天呢，咱们一行5人。带了专业的东西，准备进去一探究竟。刚到洞口呢，我们就发现了大量的原青花，很多青花瓷的碎片。这个应该是当地的居民在里面拾骨拾出来的。这些我们尽量是不要用手碰，特别是不要被这些碗渣子给把手给划到了，因为它都是被什么水泡过的。看一下，这有的还挺漂亮的哈。看一下这个洞口呢，它是一个三角形，高约3米，左右的宽度是2米5左右。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洞中，能够感觉到这个洞里面有很强的一股寒意。我去，
这地上简直是没有地方下脚。看一下，这里，这全都是。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它有2个洞，是一个双生洞，地上有很多骨骸。我队友他们都去前面了，哇，好大个味道！曾经关于这个洞呢，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3000多人呢殒命洞中，所以这个洞里面随处可见的骨骸，必须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对，这没有办法，完全避不开。可以看到这到处都是铁器，有碗渣、陶罐碎片，很多很多，特别多。反正小心一点，手尽量不要摸这些石头。天哪，看那个下面，能看到吗？你们在那个位置，地上全都是。对，那里也有。听着那个蝙蝠的叫声，感觉真的很可怕。这个，哇塞！那下面有骨头，能看到吗？在那个最底下，这里有一个扁狭的走道，这样往下去。伙伴们小心点啊！这些裂缝当中特别多，那种千万要注意那个小裂缝。这里面很多陶罐的碎片，这可能是后来地质队的进来之后啊，他把这些骨头全部给集中的处理到这些竖井当中去了。无法想象3000多人全部都倒在这个洞中啊，他那些骨头密度有多大，真的是没办法下脚。包括现在这地上还有很多没捡拾干净的。哇，看这里，看到吗？你看到吗？这边就是那种死蛇腐烂的味道。小北看这里，行了，这么长一点。我天哪！非常的粗壮。那我们把那个朱砂待会儿拿出来撒一点哈。这边就发现更多了，全都是，哇塞，这地上全都是，哪里都有。这全部都是塑料道具哈，大家不要惊慌。哇，天嘞！向阳，你来看这里。塑料道具全都是，这里非常的多。哇，那个后面，嗨，那里好多呀！你看这里，你刚刚踩过去的这里，我天！这里应该有4、5个，看这个下面还好多。滴水穿石，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大概还有个洞。你要想，在几百年前，这里几千人，那么这个大厅里面可能就站了几百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具有挑战性，挤不过去。这东西呢，
你也挤不过去，你不要试的。那我来试一下。你也进不去。我们这里有条洞，来从这个洞进去。哇塞，这一下下去了，怎么上来的？我在想。多重量啊！就是200斤的全部体重啊！哎呀，下来了，下来了！这里面怎么还有？哇，那是个什么？哪里？你往前走，往前走，在那个下面。地道下面有一个瓷器，完整的瓷器，你下去看一下。这里比较好走啊，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我们拿起来看一下。造型古朴，不过釉面比较粗糙。这个坛子，这应该是一个梅瓶之类的东西，它完整的高度应该有30-40公分，现在也是一个残片了。然后我在上面以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嘞。我们现在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哇，这个地上，看啊，这有煤炭嘞。煤炭。哇，嘿，妈耶！嘿，前面有断崖，看一下。哇，有地下水哈。有水。开线不成，准备开干。感觉一下啊，从这里。不是很深，没到底。40多米吧，你做好了保护站，我们准备下降。黑洞深渊发现巨型骨骸，如果是龙的话，应该是非常的长，有点像老虎。七旬老人曾在此目击巨蟒。一头的蟒啊，龙啊，马跟硬有那个大锅锅一那么大，一口燕子也不得穿，你到底是个人山的，到底得不得住？当地人称其为蟒坑。当我们极限放绳200多米下入其中，竟发现空间巨大，洞道错综复杂，稍有闪失便是九死一生。这里真的有洞道，不知洞道的尽头是巨蟒老巢，还是活人炼狱？跟随我的镜头下入蟒坑，一探究竟。太深了，我去。好滑！曾经这个坎子上面是做了一个盖板，防止里面的巨蟒爬出来伤人。小北快看，这是什么？在顶上，哇，幽莲虫，好多呀！这里，我感觉这个洞道有可能就是那个巨蟒慢慢歪出来的一个洞道。它我歪出来呀，因为我们装备啊，所以说特别难爬。我去。哎，前面好像变大了，前面变大了，有大空间。对，这边变大了。在前面就是树节，你小心一点啊！没事，你快来。现在挂好了保护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蟒源有多深。龙吟声，听到没有？我刚刚听到，我也听到了，我脚都在发抖，似乎听到了蟒的嘶吼声。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准备了专业装备，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锁将这个蟒坑。先锋已经下去了2个安全站，我们准备下降，来到了第2保护站。那享受这个回音呢、红叶天
上。好深邃，继续安全下降。太深了，我去，那好光滑呀！这个会不会是那个锰主要在上面缩了的磨出来的这么光滑呢？换点之后又可以下降啦。这个下降是一时爽啊，爬起来真要命。下降了差不多110米左右，现在向阳还在开线，什么情况？200米到不了底。200米不到底，继续安全下降。是不是非常的丝滑？这个下降器在下降的时候会非常烫，所以不要下降的太快了。全是一声悬空。下面是有水吗？是有水。成功到底啊！我去，70米的悬空降下来，在这边就看到了这个大骨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某种古生物的化石，已经完全石化了。看这边哈，完全已经钙化了。这样看起来的话，有点像老虎。这里面没有食物，它有锰的话，它怎么生活呀？我们去这个上面的洞道看一下，要从这里爬上去。哟，这些侏儒石上面找点，好，我们从这里。哇塞，这个就是真的很难爬。哟，这些侏儒石上面找点，好，我们从这里攀登上去，就可以上入上面这个平台了。继续开干。看，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像火炬一样的水冲石，是不是像火炬一样？在这里，咱们继续前进。火妹一马当先跑到最前面去了，我们继续前进。这里面的人为痕迹就比较少了。这边去了，咱们继续前进。这边全是坍塌区。刚刚从这个小洞这样爬上来，我们看这个洞壁上面好多奇形怪状的水冲石，然后它的洞道了又是向这个方向去的。哦，这里洞道变得很干燥。哦，像这个干洞道里面有这么多水冲石的话，说明曾经这里也是淹起来的。继续前进。小美，你看这些石头好漂亮啊！水冲石吗？对。哦，千奇百怪的。看这个。继续深入。喂，什么情况？我来。嚯，相机碰到头了。哇塞！这里。哇！哇，这里真的是体验感超强啊！这一整个通道全部都是水冲石，继续深入。
这条密道究竟会指引我们通向何处呢？这个洞壁上面有水冲石可以攀附。现在我们过了这个潭口了，可以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小杨，那个下面发现了一截竹子，我分析这个下面是有洞道的。虽然说这是个潭口，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下去一看究竟。这才是被你填满了。哎呦喂，看到没有？我真的下去了。哇，这里真有洞道，真有洞道！厉害了，要么就是盲洞，要么就是有出口了。因为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风流动。这里洞道一分为二，这边有一个，左手边这个呢，我们看一下，是一个盲洞道，走不通。那么我们就走右手边这个。开始上行。小羊对窝，滴水穿石就是这么来的哈。这个石头漂亮吧？盲洞了。什么？盲洞。盲洞的？进不去了。没洞了吗？哇！这全是水冲石，可以看到这里面确实是过不去了。好，我要走到它最深处，这就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好，我们这时候原路返回。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可能就分享到这里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